如果说京都是一座有时光累积的城市，那么京都御苑就是承载记忆的土地，流入皇室生活的缩影。建筑勾勒的线条，藏着低调而典雅的影子。草叶铺陈的色彩，努力地彰显皇家的品味。曾经的意气风发，如今则是一方宁静的天地。与来访的旅人，在诗意的空间中相遇，而在时间的洪流中，走向相同的方向。正当沉溺在千年的甜美时，却又被练跑少年的脚步声拉回现实的轨迹。占地65公顷的京都御苑，包含历年天皇居住的京都御所，还有退位天皇居住的仙洞御所。有贵族赏景的石翠亭，还有近卫宅邸改建的甜品店。用一天的时间，跟我一起沉浸在皇室的典雅品味中，踏着诗意的脚步，品尝千年的古韵。现在就一起出发吧！自从桓武天皇于西元794年迁都至此，到明治维新之前，历代的天皇一直居住在京都御苑。虽然现在天皇已经不住在这里，广大的腹地加上维护良好的环境，现在的京都御苑是居民散步或运动的好地方。要先上网预约才能参观的仙洞御所，是退位天皇的居住地。入口左手边是大宫御所御车记，天皇临幸京都时会在这里下榻。走到大宫御所的南侧，建筑里面是西式风格的空间，对面还有个松竹梅之庭。钻过土墙的小门进入庭园，里面有个被红叶谷一分为二的水池，旨在围绕水池进行布局，是一座池泉回游式庭园。右心亭是近卫家族在1884年贡献的茶室，茅草和饰板搭建的屋顶，加上圆窗的特色风格，是一个极静的饮茶天地。右心亭的前方是北池，枫树穿插的构图，加上借景的东山，秋天的时候这里一定会非常多彩缤纷。走过路之声，
穿过红叶桥，如画一般的构图，是穿越时代的小径，也是回味悠远的时光。走到南池，会先看到带有紫藤花架的八支桥。夏天的时候穿过这座石桥，一定很浪漫。庭园最南侧有间朝北的茶室醒花亭。醒花两个字取自李白的诗。春天的时候，看着周滨和池塘，是以前景的樱花，绝对是皇室品味的代表作。由于这里需要预约，限制人流后的高品质参观环境，最高程度地保留了皇室的典雅，也是京都里最可谓的静谧角落。京都御苑的西南角有个依水池而建的2层楼建筑，这里是九条家的居所石翠亭。江户时代后期，这里是贵族聚会品茶的空间。可以坐在1楼的阳台，欣赏前方的9条池和高仓桥。左前方还有一座岩岛神社。保留了茶室的格局，复古的氛围，像是穿越了200年的时光，啜饮优雅的日常。爬上狭窄的楼梯，用更宽广的视野一览御苑里的扶疏草木。走出室外，从高仓桥的角度欣赏石翠亭，却是另一种孤傲的美感。
岩岛神社前方有个十字的鸟居，唐破风造型被列为京都3大珍稀鸟居。岩岛神社是9条家的守护神社，默默陪伴石翠亭走过兴盛与衰落。一旁还有个古建筑咸院宫，在江户时代是亲王公家的住宅，现在是收纳文物的展示馆。在古迹与文物堆叠的品味中，从空间的角度看见了未来的希望，而从时间的角度，则是见证了过去的辉煌。京都御所是明治维新迁都东京前的天皇居所，即使中间经历过几次火灾，重建后仍不减皇室建筑的最高品位。御车骑是通往朱大夫之间和小御所的玄关。过了御车骑，就会看到有成排房间的朱大夫之间。朱大夫之间是朝臣或将军的使者面见天皇时的等候室，依据身份的不同而使用对应的房间。最右手边的虎之间是身份最尊贵的人使用的房间。走过新御车骑，会看到被回廊围绕的白沙亭。这里是京都御所中最高规格的紫宸殿。明治、大正、昭和天皇都在这里举行即位大典。南向的建礼门，只有在紫宸殿举行重要仪式时才会打开。小御所是天皇与诸侯开会的地方。1868年著名的小御所会议决定了将军与武家的历史走向。小御所前的御池亭是回游式庭园，前方的周滨水池与后方精致的植栽布局，构成一幅平衡细腻的画作。有人留言跟我说，因为用剪刀会对天皇不敬，所以这里的园丁都是用手工的方式来维持植栽的造型。看到这幅美景，
不由得心生对这些园艺工匠的佩服。玉场玉殿是天皇就寝和放置神器的建筑，前方精致的玉内亭流淌风雅的品味。土桥、石灯笼与错落有致的亭石，带有精致和谐的美感。穿过玉山间，参观行程就结束了。1个小时的巡回路线，却看见了1000年的历史缩影。在京都御苑北边的精卫底基休息所，有一间创业300年的和果子店替无一之。店名中的家号，象征超越日本老字号和果子店的范畴。不但空间采用现代简约的通透设计，菜单里也多了酒类的选择。吧台这一区维持茶室的复古风格，却又能和谐地存在于现代的空间里。栗子的香气融入白玉的柔滑，加上蕨饼的甘甜，带着清幽的茶香，伴随柔软的口感，仿佛将京都的四季凝缩在这一口之中。落地玻璃外是成片的樱花树。参观完京都御苑后，在这里休息一下，为美景留下甜蜜的滋味。店内延续传统町家的风格，木造结构、圆形挖窗、摇曳的暖帘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京都午后的旧时光，感受那份缓慢与宁静。离开了占地宽广的京都御苑，皇家的风味却没有因此而消失。周围还有很多与皇室相关的建筑或商店。在京都御苑西边，有一间由山猪守护信仰的护王神社，这里祭祀对平安京建造有功的和气青马吕。
境内都是野猪的形象，少了神社的严肃气氛，多了灵性与童趣。因为能守护竹妖健康，所以这里是马拉松选手必访的神社。来这里摸一摸猪鼻子，或是踩一踩凌厉的石头，甚至只是看看已知柱。离开御苑后，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感受被野猪疗愈的魔力。在京都御苑西边的一条通上，有一家经营超过500年的和果子店虎屋果寮。从后世天皇时期开始，就为皇室提供高品质的甜点。京都一条店是1628年开设的店铺，有个附带花园的用餐环境，可以放慢步调，好好的品尝和果子的深奥学问。从服务、装潢到甜点的品质，完全是最高的标准。在这里享用甜点，感觉自己好像都变成皇室成员了。紧邻御苑东侧的梨木神社，是京都3大名水之一的蓝井。如果时间很充裕，可以在这里的咖啡厅休息一下，享用蓝井水冲泡的咖啡。从梨木神社过个马路，就会到《源氏物语》的作者指示部成长及撰写作品的地方。里面的源氏亭不大，铺山水白沙搭配背景的树木，随着季节变换叶子的颜色，小庭院也能创造多种感受。这里很安静，坐在原侧放空，像是从皇室的贵气回归平民的质朴，从见证经典的激动，渐渐回到平静的心情。本来只是以参观历史遗迹的心情，在京都御苑里感受皇家的品味，却在空间的美感刺激下，感受时间沉淀的魔力，漫步其中，聆听风声，感受光影，啜饮一口茶，吃一口和果子，踩在白沙上的脚步声，是倒转千年的足迹。如果你也喜欢在京都走访那些品味的经典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旅游的乐趣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